我的舍友很有安全意识，网恋都是拿我照片和信息，一次性谈了7、8个，经常让男人点外卖买礼物。后来他被人曝光，做了18页 PPT 挂在学校论坛，无数男人因爱生恨恶，以为我就是他，在宿舍楼下抓住我捅了我整整18刀，我被活生生捅死，临死前还听见他的庆幸声，还好用的都是他的信息，不然死的就是我了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外卖刚送达的时候，林毅，你怎么把我的外卖吃了？江雪的声音又尖又利一下，炸得我脑袋疼。我刚把一勺海鲜粥送进嘴巴里，含糊其辞回答谁吃你的了？他一脸委屈，娇滴滴的转头向同宿舍的2个舍友告状，这海鲜粥明明是我点的，林毅都打开喝好几口了，他偷了我的粥，竟然不承认。江雪最会在人前扮柔弱，让别人看不下去，给他撑腰。可惜我并不放在眼里，继续淡定的喝着粥，送上门的便宜不占，那我岂不成了星号？这海鲜粥用的都是真材实料，刚才外卖单子上价格可不便宜，跟他网恋的男人可真是下了血本。前世江雪在我面前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他告诉我是校外有星号追他追得太烦了，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，迫不得已他才在外卖上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。当时我被他哄骗，还拍着胸脯说会保护他，没想到是他拿着我的照片和电话号码跟男生谈恋爱。江雪长得很一般，加上她比较贪吃，不爱运动，身上一圈圈赘肉，脸上的痘痘和雀斑也很多，是很容易忽略的那种大众长相。而我虽然长得高，但经常跑步运动，身材还算可以，加上从来不吃油腻的东西，标准的白富美一个。在住进宿舍的第1天，江雪就打上我的主意，偷偷拿着我的照片和信息去网恋。江雪很会拿捏男人，她知道他们要什么，谈一个就算了，还一口气谈了8个、7个农民工大叔，外加一个精神小伙，靠着这群男人过上了天天吃外卖、节日要红包的幸福生活。她会在深夜声音娇媚的给所有男人群发消息，哥哥，今天我拍了穿小吊带的性感照片哟，赚个520，看看诚意，哪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挑逗？为了看性感照片支付密码一输，一共520就发过去了，一个520虽然不多，但是7、8个520个不少了。他靠着偷拍我的私密照片，年仅21岁，轻轻松松月入过万。不管情人节、中秋节，只要是节假日，江雪总会撒娇跟他们要礼物，而我却因他被曝光成为了替星号。星号临死前，我听到的是他失望的声音，他死了，我还怎么吃外卖要礼物啊？他竟然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，还在想着怎么祸害下一个女孩子。现在江雪又开始了她娴熟的表演，她小手抹着眼泪，委屈极了。宿舍的陈朵和王宇冰一听这话，立马开始指责我，林毅，你赶紧跟雪儿道个歉，她家里穷，辛辛苦苦挣钱不容易，你们家那么有钱，至于偷雪儿一碗粥吗？我冷哼一声反笑，然后把外卖单重重的趴在桌子上，说的对，我家里有钱，那么我为什么要偷碗粥？看清楚了，外卖单上究竟写的是谁的名字和手机号码？王宇冰和陈多俩人看见外卖单将审视的目光投向江雪瞬间，刚才一脸委屈的江雪脸色变得惨白，她几乎都要站不住了。王宇冰和陈多俩人对我说句道歉，对江雪翻了的白眼就出去了。这时江雪的肚子咕咕的响了起来，她确实是饿了，眼见我一眼都没看她，她委屈的转头进了卫生间，开始打电话，尽管把声音压得很小，但我还是听不了清楚。哥哥，你给我点的外卖让舍友偷吃了，我好饿啊。他的声音又娇又软，就连我一个女生听到这样的声音都会心生怜爱，更何况是血气方刚的精神小伙和油腻的中年大叔。虽然电话那头声音有些模糊，但我断断续续还是听到了对我的骂声，星号，下次他再这样，你跟他说我男朋友来收拾你，我可不准别人欺负我的小宝贝。他在厕所打完了电话，然后笑着出来了。估计刚才那男生给他发的红包不小，不然江雪也不会笑得这么开心。希望他在得知我搬出这个宿舍后还能笑得如此开心。刚上大学，我爸怕我没住过学生宿舍不适应，就在学校旁边给我买了套房子。江雪也一直跟我卖惨，说没朋友，我才留下来，现在看来是时候搬出去了。我去找辅导员和宿管阿姨，刚办好手续准备出来，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穿着紧身裤豆豆鞋，手里还拿着干活的铁锹，正打着语音电话，语音是外放，听得很清楚。他站在门口大声当当，宝贝，我知道你没吃饭，专门跑外面给你买的，快下来吧，我想你了。而手机那头的江雪娇滴滴的笑着，谢谢宝宝，爱死宝宝了，你放到楼下吧，我今天还有课呢，晚点再拿。幸亏今天太阳大，一出门我就戴着口罩和帽子，他没有认出我。一瞬间，我的瞳孔紧缩，似乎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脑袋上。面前是那个捅落18刀的男人，就是他。粗哑的声音让我感受到了前世死亡的感觉，男人的眼神那么凶狠，他手里的刀狠狠地落下，一刀一刀扎得那么深。他一边捅一边骂，老子辛苦挣钱给你买包，结果你把老子当狗玩，你星号吧。我惨叫出声，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秒，还能听到周围人对我的辱骂声。一次谈8个男朋友，真是丢人杀得好。
现在的女人都是靠男人养活。该想到这里，我的后背已经渗出细细的汗，我躲在一边悄悄看男人，等了10几分钟都不见有人下来拿打包的饭菜，骂骂咧咧就走开了。没想到张宇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大学，并且还跟几个农民工来学校一起修建图书馆。看来他是必须要见到江雪才肯罢休了。那这段时间我必须小心再小心。我越想越气，立马朋友圈把江雪屏蔽了。以前我的手机总会接到陌生的电话，不厌其烦，我直接设置了骚扰拦截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江雪的那些男朋友们，我把他们从黑名单拉了出来，然后一一发送了短信。哥哥，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想跟你念几。很快那边过来了6条油腻短信，我的宝贝，你可想死哥哥了，我就知道丫头前段时间在欲擒故纵怎么样，还是受不了我的魅力吧，好想吃掉你啊。小仙女看着这些短信，我严重生理不适，甚至还有2个男人打来了电话，他们经常和江雪语音通话，我怕声音暴露，赶紧去接了电话，又忍着恶心给俩人回了消息，哥哥在上课不方便，然后给这8个人一起发送了。今天下午6点，我们在宿舍楼下见面吧，哥哥。夏天到了，我想吃外面那家的小龙虾，你给我送过来吧。发条消息几乎在同一时间过来，没问题，小宝贝。看他们言语中掩藏不住的欢喜，我就知道成功了。终于等到5点半下课，江雪飞奔似的跑回了宿舍。我戴上了口罩，又把帽檐使劲往下压压，生怕别人看见我这张脸，确定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我才敢出现在宿舍下面。这个时间点拿外卖的同学很多，而在一堆小龙虾的外卖前面，我看见了8个男人。那个捅死我的精神小伙张宇尤其引人注目，他穿着紧身裤豆豆鞋，染得发黄的头发枯燥的梳到了后面，最夸张的是手里还握着一捧巨大的红色玫瑰花，还有几个中年的大叔不合时宜的打着领带笑了，嘴巴都快咧到了后面。我看着他们，心中恨意滔天，不由自主的暗暗握紧了拳头。前世张宇捅我的第一刀并没有伤及要害，但这剩下的几个男人自己不敢动手，却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赶紧捅死他。这种女人让他活着干嘛？女人没一个好东西，白吃白喝的还不让碰。最后在我快要咽气时，他们中甚至有人为了泄愤将我的裙子掀开，他们没一个好东西。终于江雪从宿舍楼下走了下来，她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消息，脸上有不少的诧异跟惊喜。前几天舍友王宇斌就炫耀自己男朋友带她去吃了龙虾。大学生生活费不多，也就是偶尔开开小灶，可江雪却十分嫉妒她的网恋男友们，平时都要她软磨硬泡外加福利才肯给她点。如今我不在宿舍，她更难要到了。但今天他们集体开窍，自己随口提了一句想吃小龙虾，就主动说给他点吗？难道今天有什么好事发生？江雪长得很胖，身体臃肿的她艰难钻进人群中，把几个外卖单子上写着我的电话和名字的外卖盒子拿了起来。旁边的张宇和几个男人都惊呆了，这也太丑了，完全跟照片是2个样。他们能在原地完全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8个外卖一次拿不了，江雪又跑下来一趟，他们才反应过来。张宇试探着开口，灵异。江雪那张丑陋的脸，肉眼可见的慌张。他看着眼前这几个男人，一张小脸瞬间变得苍白。江雪不敢开口，她虽然没跟这群男人见过面，可经常夹着嗓子跟他们语音，只要一说话，很容易就发现的。江雪下意识拔腿就跑，生怕晚半步，身后的男人就会抓住，扑通一声，江雪摔倒了，那些油腻的伤水水全倒在了她身上，发黄的头发上还挂着2只龙虾，夏天穿着单薄，透着衣服，能看到她腰间的层层肥肉，整个人看起来狼狈极了。江雪此时根本顾不上围观同学鄙夷的目光，她努力挣扎着爬起来，最后在一片嘲笑声中落荒而逃。江雪连澡都没来得及洗，躲在卫生间忙着给那几个男人发语音解释，她的嗓子可以夹死一只苍蝇。哥哥，今天是我室友帮我下楼拿的外卖。在男人不断的追问下，江雪委屈向他们告状，我室友经常欺负我，他偷吃你们给我点的外卖，我不让他拿，他非要去拿。几个男人都心疼坏了，个个都说想跟他见面安慰他，想必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江雪适当咳嗽了2声啊，见面啊，我身体不舒服了，哥哥你会体谅人家的吧，等我好了再说吧。在外面的我偷偷举着手机拍下了这一幕。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江雪才走了出来，一脸得意，她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把那些男人就跟玩狗一样简单。但尽管这次她圆了过去，但是那群男人却没那么好忽悠，他们开始强烈要求江雪跟他们视频。可是我已经搬出了宿舍，江雪也不能趁我睡着把摄像头对我脸上，她开始头大了，因为张宇好像意识到了自己女朋友脚踏8条船的事情。他在宿舍楼下经常游荡，你出来陪我一晚，不然我就弄死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接连1个星期把江雪吓得魂不附体。下午上课的时候，江雪假装怯生生的样子走过来，问我之前的事是我错了，你搬回来吧，我是真心把你当成好朋友的，求你不要孤立我了。这么一张普通的脸，矫揉做作起来更显恶心。他脸上似乎满是歉意，眼神中却藏着一丝阴险。
其实他只是着急，我搬出去以后，他拍不到我在宿舍穿着清凉的照片，也没法长期用我的名字拿外卖1、2次，大家不会多想，时间长了肯定会怀疑的。我连头都懒得抬，不想跟你住一块。我的声音不小，周围的同学都听得清楚。霎时，江雪的眼泪似雨滴，大颗大颗的落了下来，一副我欺负了她的样子。虽然赶上快要上课，大家来不及议论，但还是有不少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江雪开始疯狂跟踪偷拍。我在学校食堂，我撕扯下江雪捂得严实的衣服和帽子，又把她的手机砸到了地上，指着她破口大骂：你们看这有个偷拍狂！我的动静不小，吵到了周围吃饭的同学。江雪抗拒的捂着脸，开始坐在地上，鬼哭狼嚎。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你为什么要孤立我？一个人搬出去住，求求你了，搬回来好不好？我一个人真的好害怕。旁边的同学投向我的目光有些不友善，他一边哭一边指着我向他们告状，我和他是好朋友，可他为了孤立我，从寝室搬出去了。江雪生怕我不受他的逼迫，还从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放在自己脖子上面。围观的人生怕激怒他，连忙劝我，你搬回宿舍就是了。见有人向着他，江雪的声音更大了，林毅，你今天答应我搬回宿舍？那张疯狂的脸上，眼里全是狠毒，他想让我星号。我一字一句说出我答应你，他的眼里满是幸灾乐祸。可接下来我冷笑着说道，我答应你，哼，你想的可真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江雪失声尖叫，脸色惨白如纸，你不怕我今天死在你面前吗？死？他可舍不得死我走的离他近了一点，声音冰冷，这种道德绑架对我一点用都没有，你要是想死就快点死。他的一张脸铁青，拿着刀的手都在微微发抖，显然是怕到了极点。那群男人里面，他骗张宇的钱最多。之前他本来想等着放暑假做整容用的，现在还安安稳稳在银行卡上待着，让他把这钱吐出来，做梦吧。可是这2天张宇和那几个男人越逼越近，江雪快被他们逼疯了，我也搬出去住了，想让我当替罪羊也不可能，要是让这群男人发现他一直拿着别人的照片在骗他们，他的下场绝对很惨。江雪坐在地上，似乎在失神，她浑身都在抖，似乎是被自己心头的想法惊到了，眼泪哗啦啦的流了下来。刚才有人报警了，看他状态不好，警察只好问我，等到知道江雪用性命逼迫我搬回宿舍，年轻的警察额头皱了皱，他似乎是察觉到什么了，语重心长的叮嘱我，凡事不合乎常理必有妖，自己小心一点。让我诧异的是，就算到这个时候，江雪还是没有跟警察交代自己用我的个人信息骗钱的事，真是贪财又惜命。从警局离开的时候，年轻警察还给了他的电话号码，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。微风扑面，远处路边蔷薇花开的正盛，相比较江雪的脸就难看的有些吓人了。他再也不掩饰，恶狠狠地朝我吼道，林毅，你给我等着。闻言我莞尔一笑，可惜了，这也是我绝不会让他如愿踩着我的尸体一路往上爬。江雪的报应已经到了，今天的事情闹得不轻，我们一起回了学校，不少人指指点点，又说江雪疯癫的，也有指责我孤立同学的，众口不一，怕影响不好。辅导员专门把我们俩叫出去话今天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原委，但是闹到了警局，在学生中影响真的太不好了。你们俩以前就是朋友，我不希望大家搞得这样僵。还不等辅导员说完，江雪一脸愧疚的流下了眼泪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家穷，我又长得丑，林毅也不会孤立我的。你看，明明是认错他，就3言2语把脏水泼在我的身上，想坐实我的罪名。辅导员看着他的眼神有些不耐，只能说，这种星号的手段只能用一次，反反复复，是个人都会感到厌烦。大学3年了，难道辅导员不知道江雪的本来面目吗？他是知道的，甚至以前他就提醒过我，别让江雪用我的个人信息点外卖。当时我那会没想到人竟然能坏成这样。虽然江雪口口声声说着自己穷，可她现在身上穿的鞋子衣服都不便宜，刚开学的时候，她可是土里士气的江雪连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。辅导员不吃她这一套，冷漠的打断了她的说话。林一想搬出，那是人家家里有钱，想住的舒服一点，这跟孤不孤立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今天的行为太过激了，学校已经决定给你一个处分。江雪的嘴唇张了，张却说不出话来，脸色开始变得极其难看。学校给江雪处分的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她虽然一直在极力辩解，但是效果并不好。有不少同学认为我仗着有钱孤立了江雪，但是他们同样也厌恶江雪这样情绪容易失控的人。短短几天，不管是吃饭还是上课，大家都像躲瘟疫似的躲着江雪，宁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要是他们跟他离得近了，生怕像那天一样。江雪拿刀对着自己的脖子，现在可不只是我孤立了他，江雪被全校孤立了，而且张宇逼他逼得越来越紧。他给江雪发信息，再不答应陪我睡觉，我让全校人知道你的真面目。接连几天，他直接不去上课了，只敢躲在宿舍，却没想到几天后，我被几个农村的中年妇女堵到了学校门口。他们双手叉腰，常年干农活的脸晒得黝黑壮硕的身体随着愤怒在抖动。
一旁是江雪冲着我挑衅的在笑。当下我立即明白了，他这是准备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，而眼前这几个女人就是他的那几个男朋友的老婆。看见我每天日子过得惬意，心里的那口气更是憋得难受。仔细一想，那些男人又没见过他的真实面容，从一开始他就是拿着我的照片去勾引他们的，现在就应该把我推出去替他星号星号。女人们五大三粗的，口里喷出来的话太脏，简直入不了耳朵。你个小蹄子，竟然敢引诱我男人给你发红包转账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几个女人的骂声震天，学校门口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看热闹。江雪用手指着控诉我，林毅是我们学校大3的学生，她在校外谈了8个男朋友，每天给他们发自己的性感照片，让这些男人给自己点外卖发红包，这得是什么学生啊，简直就是星号星号呀！很快，围观的人也附和着他真实世风日下，现在的大学生怎么成这样子了，丢人啊！一次谈8个老男人，估计早都玩坏了。看这些男人的老婆年纪也不小了，他找的这些男朋友该有多老，真是什么都能吃得下。有认识我的同学更加气愤，看他平日大手大脚的，还以为是家里有钱，没想到是骗老头的钱。听着这排山倒海的骂声，我却神色坦然，看我这副淡定的样子，江雪眼底的笑意藏不住了。她用力的鼓动后面几个女人，姐姐去打死他呀，你们能受得了这种女人骗你们老公辛苦钱吗？几个女人听她这番话，眼里的火快要喷了出来，她们恨不得立马把我给撕碎了走，给我打死她。几个女人把自己袖子撸了上去，然后快步朝我走过来，就在巴掌跨落到我身上时，住手！一个响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那天那个年轻的警察一头汗，气喘吁吁，还好我今天来得及时，他把一行人拦在了身后。打人是犯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几个女人立马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他花我男人那么多钱，你们警察怎么就保护这种小星号星号？我不活了！几个女人的喊叫声震天一时，周警官也有些头大，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。你们不能只凭着这些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轻易诬陷别人，就算有警察护在了我的身前，但还是有不少人看向我的目光中满是鄙夷。我拿出了手机，播放以前偷拍的录音，江雪甜蜜的声音进入几个女人的耳朵里面。哥哥，我怕好喜欢那个包包，你买给我好不好？爱你哦，你好棒。同时还有他们老公各自的声音，小妖精照片真销魂，叔叔能找到你这样的大学生做女朋友好幸福。几个女人仇视的目光投向江雪，那目光像刀，恨不得将江雪给分割了。江雪惊恐的左顾右盼，发现自己无所遁形，两条腿也止不住的发抖。人群里面也传来议论声，这是偷拍室友照片拿来网恋了，还把室友推出给自己背锅了，真够星号的，自己长得那么丑，偷别人照片网恋。江雪被一片骂声淹没了。就在这时，那几个男人都赶到了学校门口，很明显是我发的信息通知的。他们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也明白了自己原来被骗了，顿时怒火攻心。几个女人顾不上跟自己老公算账，她们像一只疯狗一样生扑了上去。很快，江雪的脸上多了不少指甲抓痕，她绝望的扭过头，疯狂的挣扎着。那几个男人也不想放过她，几对夫妻混合双打，砰，2颗门牙掉地，江雪满是鲜血的嘴里发出凄厉的惨叫声。女人用力撕扯着她的头发，狠狠地甩着巴掌，敢勾引我老公，你今天完蛋了。看着这一幕，复仇的快感让我整个人快要癫狂。这场殴打在江雪浑身是血晕，过去后终于结束了。10几个男人一看自己好像把人打死了，也吓得瞳孔紧缩。冷静下来的他们看着地上躺着的人，浑身直冒冷汗。江雪被送进了医院，在人群中还有一道狠厉的目光始终投在我和江雪身上，是张宇。我有些不懂他为什么不现身殴打江雪，大概是他已经知道江雪冒充我的身份骗了他。好消息，江雪醒过来了，坏消息，他被学校开除了。那几个男人和他们的老婆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。江雪说，几个男人的红包转账并不多，加起来也就几万块钱。他把这笔钱退还给他们后，转手就把那几对男女告上法庭。他们不仅赔了江雪一笔高昂的医药费，还被判了几年刑期。这场殴打对江雪身体造成的损坏不小。他不得不每天带着胎牌便带生活，就算出去也要因为身上的气味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。退学的那天，他被无数人耻笑，他看着我的眼里满是恨意，却也无济于事。相较于他往后黯淡无光的人生，我的精彩生活才刚刚开始。大3毕业，我就进了自家公司。虽然从小娇生惯养长大，但我并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生，在公司基层的工作反而让我成长得更迅速。半年后，我爸奖励给我一辆跑车，这个城市说大也大，说不小也不小。比如说，自从江雪被开除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，反而因为一起意外事故，我碰到了张宇。我开的跑车和他开的拉货的货车撞到了一块，车子是从侧面撞过来，责任全在他那一方。张宇的目光就那么火辣辣看着我，前世痛苦死亡记忆涌来我的脊梁骨，一瞬间冻僵，他眼里的情绪我看不清楚。
我有点怀疑这次事故是他故意搞出来，可是因为没有证据，只能不了了之。跑车的修理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彼此联系保险公司后就走了正轨赔偿程序。我被人跟踪了，跟踪人很聪明。刚开始我以为是张宇，后来发现不是他这一世，他没有像前一世一样那么极端的冲了出来杀。我想报复他，找不到办法，眼下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在家门口和房子里面同时安装了监控摄像头。刚开始在家门口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，我渐渐也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，整天沉浸在工作中。那天下班看见家门口有半截没抽完的烟，心中顿时警铃大作。我打开了监控视频，里面有2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一整天蹲在我家门口，男人分明就是张宇，而那个被病缠的瘦得像鬼的女人是江雪。只看身材和脸，我还没认出来了，但是她的声音我是不会认错的。张哥，这是林毅家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了，这次你能不能放过我？江雪卑微的弯着身子，就连声音似乎因为恐惧也在颤抖。可张宇根本不吃他求饶的这一套，他攥着江雪的脖子，脸上恶狠狠地恐吓她，是你用林毅的照片骗了我，我一定要得到他。听到这里的江雪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，她恭维张宇，那林毅人不仅长得漂亮，家里也有钱，他身材那么好，肯定很带劲。张宇冷嗤一声，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江雪那张脸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怀的什么心，你就是嫉妒林毅，人家长得比你漂亮，还比你有钱。他上下打量着江雪，眼神很是不屑。你看看你长得这么丑，是个男人都对你没兴趣。从始至终，我爱上的人一直是林毅。尽管江雪听到这句话，脸上很是不悦，可她还是在一边给张宇出着馊主意。俩人一直在商议怎么绑了我，然后侮辱了我说到尽兴的地方。江雪眼里是得逞的笑，张哥，你可别对她柔情蜜意，那种女人只有打得狠了才会听话。张宇似乎也是同意，也点了点头，似乎是商定好一切，俩人才从我家门口离开。而看着这一切的我，手里满是冷汗。原来这一世张宇也没打算放过我，不过这次他和江雪的死期也终于要到了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江雪一直在不间断的跟踪我，看来刚开始我的第六感并没有出错，之所以没有一眼就认出他，是因为他的样子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就算江雪站在以前老同学面前，他们估计也认不出他来。这场绑架来的并不慢，我在办公室手机监控里看着门口拿着绳子和星号的俩人，立马就明白了，他们打算今天动手，而我则选择一脚踏入这个陷阱。果然如我所料，在我开门的一瞬间，张宇从一侧冲了出来，他捂着我的鼻子，把我弄到了房间里面。再次醒来已经是晚上了。看见我醒来的江雪，言语满是高兴和恨意。张哥，他醒了。听到声音的张宇缓缓起身，他把刀放在我的脸上，你不知道自己这张脸有多招人喜欢，乖乖的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开始迫不及待把自己全身的衣服脱光了，然后一头扎进了卫生间洗澡。江雪则举着手机开始拍视频，他狰狞的脸上是古怪的笑意。林毅，你完蛋了，今天拍的视频，我看你敢不敢那么得意。小心，我把这些视频发到网上。江雪疯狂狠毒的目光像寒针似的，她用尽全力诅咒着我，让你比我漂亮，让你家那么有钱，这次我要让你彻彻底底的身败名裂。你这个星号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张宇从卫生间出来了，他那双三角眼露出猥琐的目光。就在他准备下手时，门外的警察一下冲了进来，脱光的张宇在一瞬间就被控制住了。他还想反抗，却立马被戴上手铐。今天是周警官带的队，他的语气有些责备，这么大的事，你竟敢冒这个风险不要命了。他一边给我解着绳子，一边询问我，没事吧？应该吓坏了吧？对于这个救命恩人，我并不吝啬笑容，冲他笑得很甜，没事。刚才还猖狂的江雪在这一刻也终于绷不住了，他一边哭一边骂我，又骂张宇是你逼我的，不然我也不会这样做的，都怪你，是你胁迫我的。林毅，你这星号，这次又让你逃过了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他的悲痛不是假的，眼泪和鼻涕同时在他脸上淌着，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已。但是警察根本不听他这番说辞，直接把张宇和他给带走了。这起案件的性质挺严重的，张宇和江雪能踩好几年的缝纫机，不可否认，周警官很帅，尤其在一身警服的加持下，更觉得整个人清风俊朗。现在他跟我说的这起案子，我看着他这张俊逸的脸，不可控制的出神。林毅，你有听我说吗？我恍然，连忙一笑，在听周警官，我可以见一下张宇吗？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我见到了张宇，我不想与他有很多的交集，甚至都不愿意跟他多说一句话。你知道警察为什么那么及时找上门吗？因为是江雪提前跟我说了。张宇眼里满是震惊，他不会，他也恨你。我冷淡一笑，他是恨我，不过他也想从你每天的殴打中逃离，就算案件发生了，你才是主犯。我猜的不错，江雪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张宇胁迫他的，他没有办法。为了证明，他还拿出了手机里面录音的证据，
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不过江雪的脑子很好用，估计从一开始他就给自己想好了后路。不过这一切都跟我无关了，我只需坐下看他们俩狗咬狗一嘴毛。再次听到俩人的消息是1个月后了。张宇从被关派出所逃了出来，然后用刀捅死了江雪，整整18刀，一刀都不差。看来他上一世这一世都跟18这个数字有深深的缘分。江雪死得很惨，那样的痛苦终于让他亲身感受了一遭，这一切永远结束了。此后，在某天的，我和周警官看了一场不起眼的日出。夏天藏在日出里，爱意也是人生缓缓自有答案，全能完结。